思觉失调是，这以前叫做精神分裂。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我哥哥是李小明，对不起，瞒你那么久。我只是很希望，我那个有幽默感、嘴巴坏但是心地很温柔的那个老郑，赶快回来。你不要搞错，叫小孩找这里来。对不起啦，那个我们都找不到小文，找不到。你也一样。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先爸，还是爸爸，快点！石头，等一下。你们尽你最大的努力了吧？轻易的东西不能碰，轻易的事情不能碰。电影拍的不看这个。旁边差一点。那么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影片的介绍啊，是在最近可能很多同学也都知道非常夯的、非常热门的公视的剧场的所谓我们与恶的距离哈。那这个剧啊我其实个人也蛮喜欢的，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看啊，因为它真的是针对我们台湾社会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哈，做一些非常有深入各种的层面，心理的、法律的。还有家庭的人际的关系等等哈角度去探讨。那么为什么要特别请大家看这一段影片哈？主要是这个里面呢，其实是讲起来是有两个比较清楚的个案哈。其中的一个呢是一个有关于反社会的这个人格哈，就是 anti-social 的这种 personality 哈。那么关于这个反社会的人格，还有这种心理的异常啊，我们会在我们课程的比较后面的单元呢。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那在这边我们要提的就是说，在这样的特别的反社会的人格里面，他可能对于这种人的情绪的这种评估，或者他的认知的这些评估啊，可能是有异于常人之处哈。也就是说，他在我们正常人会从事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这个评估啊。它可能跟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都是非常其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再去探讨。那么在包括这个法官在判刑的时候，要不要参考这方面的这些证据跟资料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议题。那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在这些反社会的这个人格里面，他的比如说杏仁核的这个部分，这个杏仁核啊，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等于算是我们一种脑下藏在我们这个脑的非常深处的一个组织哈。那么这个杏仁核，我们叫它的英文叫做 amygdala 哈。amygdala 翻译成杏仁核，因为如果说在解剖上面把它真的取出从脑中取出来的话，它是一个不太大的哈，大概3到5这个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直径。然后看起来就像一个杏仁的样子哈，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杏仁核。那所以之所以称它为核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的细胞跟组织哈聚集在一起。那就我们的了解哈，这个杏仁核啊，在演化上面哈，在很多所谓跟我们人类在演化上比较低阶的生物，它就已经具备了哈。那么早期的这个研究哈。在老鼠的哈，不管是大白鼠还是一般的小的这个老鼠里面，都有这些杏仁核这样的一个组织哈。那这个组织呢，显然是对很多负面的情绪哈，也就是说评估之后我们要产生害怕或者有的是生气的这样的这种情绪的反应，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这个角色哈。那我们在这边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人类的这个大脑里面，大概杏仁核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么杏仁核，我们说它常常是在我们前一节就讲到的这个无意识的评估，或是一种自动化的认知评估里面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哈？至少我们就在动物身上的研究会发现。因为这个杏仁核跟很多我们直接视觉上面或是听觉上，也就是说跟我们的感官的讯息的这个通道有直接的连接。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什么，或者是听到什么，或者是嗅觉到什么，这些可能让你产生对你的生命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通过视觉、通过听觉、通过嗅觉，
很快的就会传到这个杏仁核，杏仁核马上要做出一个评估，说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对我的生命造成威胁。比如说恐惧的反应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都没有恐惧的反应的话，你甚至对一个会吃掉你的东西都不会感到害怕的话，恐怕这个不利于你的这个演化跟这个生存。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大脑这个神经的机制，帮你做一个快速，不需要太多的处理，不需要太多的讯息的这个处理，马上可以做出这样评估的，这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的机制。而杏仁核呢，显然呢就是来扮演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哈。那么在我们人类的身上哈，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大概从1990年的初期开始就做的用所谓的核磁共振的这种脑造影的这个技术哈。因为早期的这个研究我们如果说要研究这些大脑还有神经组织，我们不可能是找正常人来做的哈。有的时候如果幸运的话，研究者能够碰到一些脑伤的这个病人，那么在整个的医疗的这些伦理上的考量之下，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们来去研究大脑还有大脑的这个机制呢，跟我们各种的行为啦、认知的活动啦、情绪的反应之间的关系。那么到了1990年之后其实这个由于这些脑造影技术的这个发展使得我们呢能够直接的来观看、来了解说我们人类的大脑是怎么样的来去对于这些不同的刺激做反应，做出这个信息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包括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动物的身上早期发现杏仁核对于很多情绪的反应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是不是同样的在人类的大脑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杏仁核对各种情绪反应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大概没有机会来跟大家仔细的去谈这个核磁共振的脑造影到底是怎么做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像我们这边给大家看的这些照片呢，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大家如果看左边的这个图这个是从下到上，我们扫这个大脑的脑部可以看到，所以中间我们有这个蓝色的圆圈标示出来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杏仁核的这个区域那中间的这一张脑造影的图呢，是从前到后我们所谓的 coronal 的这种view那可以看到在比较后端的地方这两块左右的大脑各有的这个杏仁核的这个部位以及说在靠右边的这张是从左到右可以切出来，不管是看右脑或者是左脑也会有一个杏仁核同样的在人类身上的这个研究可以发现说我们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脸孔的刺激呈现非常短的时间，只有30毫秒，也就是30%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脸孔的表情就足以在人类的大脑的杏仁核引起它的这些神经的活动，表示说我们可以非常快速，即便你没有意识到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脸孔的表情，但是你的杏仁核已经告诉你的大脑我已经看到了，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另外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人类除了或跟动物一样有这样的一块比较自动化的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评估的这样的一个神经机制之外，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比较有意识的状态之下来做关于情绪的认知的评估。这也就是这一张图里面我们所标示出来有关于这个脑前额叶就是 prefrontal lobe。prefrontal lobe 呢，在我们的人类的大脑算是非常发达的一块区域那它从事的各种的功能非常的多所以现在我们的了解也知道，就是说 prefrontal lobe 很大的一块，其实它可以分成更细的，有8个不同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些8个不同的区域呢，也是各司就是各司所职了所以有些有关于别人所的行为造成的情绪的反应，以及说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情绪的反应，可能都是由不同的在这个前额叶的区域来负责做这些相关的认知的评估
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也要提一下，就是在国外也有一个这是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到 Netflix 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他是 Ted Bundy，Ted Bundy 在美国的社会也是引起很大的这个震撼如果你单独的不认识这个人，只是看他的照片、他的一些影片的介绍，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电影明星或电视明星级的，非常谈吐非常的优雅，然后又长得非常的帅、非常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一生当中大概残害了20到30名的这个美国的这些女性。You a little scared when you look at him? He just doesn't look like the type to kill somebody. Serial killer Theodore Bundy has escaped once again. One of the FBI's most wanted men. He was charming, good-looking, smart. You sure you have the right guy? I mean, I'm not an animal and I'm not crazy. I'm a split personality. I mean, I'm just a normal individual. 那像这样的人，Ted Bundy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前面看到在与恶这个距离的这个公式的这个剧集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种反社会的人格，他可能在杏仁核在评估，或者是他的前额叶在评估这些他所看到的情境所产生的这种认知的评估，就跟正常人有不同的这个地方，以至于说他可能不会像你我觉得说一个事情让他害怕或者觉得悲伤的时候，应该有的正常的情绪反应。他这样子反社会的人格，可能他的杏仁核或甚至他的脑前额叶都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以至于呢，他不会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来抑制或者是来约束他的行为。